王后，芈月来了。她定是得了大王的许可，特意来看我的。王后，这种人应该立马轰他出去，该给他些颜色看看了。就算我心里怪他，也当忍一忍。王后这是何苦啊？毕竟她是我的应妾，如今在这宫里，我们最大的冤家对头是魏夫人。大王心宠芈月，只有她能够跟魏夫人抗衡。难道你要我把她推到魏夫人那儿去吗？宣她进来。是。姐姐，大胆芈月，你既侍寝受大王宠爱，就该按规矩给王后行大礼才是。不必了，她如今身份不同以往，用不着对我行这么大的礼。姐姐话里话外，这是在怪我。我哪能怪得你？在宫中能够承做大王撵教的，你是第一人。你若在我面前多礼，岂不是折煞我？姐姐不仅怪我，而且意气用事。姐姐，能否听妹妹辩解两句？那日，魏夫人把小冉抓走，要施宫刑，妹妹四处告救无门，只好拿着梦莹的令符去找大王。姐姐知道妹妹一无所有，我只是想用自己的命去换小冉的命罢了。更何况我虽主动侍寝，但大王知道了我的苦楚，与我只是同卧而眠，并非同榻。你说什么？你与大王并非同榻共枕？是。玳瑁姑姑，你好大胆！玉儿是我妹妹，她受了这等委屈，你竟然隐瞒于我，害得她不得不违心去找大王求情，你是何居心？王后自己也有难处，你少狡辩！我与月儿同气连枝，他们害月儿就是在害我，这事还不都怪你？姐姐，那日我也不想牵连姐姐的。好了，妹妹，你过来。祸兮福兮。其实，当我得知大王临幸你，姐姐心里还是替你欢喜的。早先，你总说你要走，姐姐唯恐哪一日，我们姐妹就真的分开了。现在可好了，你可以安安心心的留在宫中，我们姐妹从此长相厮守，互相帮衬。珍珠，去把我那套紫玉镂金的首饰给我拿来。那套首饰最为贵重，王后平时也不常用，奴婢一时想不起放在哪儿了。就在我床头放珠宝首饰的匣子第2层，快去吧。是。姐姐就要临产了，心境需开朗些，切不要为难了自己和腹中的孩儿。我明白，我若是为难自己，反而中了那些人的心思。好在女医治和太医常来给我调理把脉，天天药膳吃着，这身子还算无妨。大王近日政务繁忙，但大王昨日还提到了姐姐腹中的嫡子，想来大王心中是挂念姐姐的。姐姐想起那日的事，肠子都悔青了，还望妹妹在大王面前替姐姐言语几句。那是当然，多谢妹妹。拿过来。无论怎么说，妹妹也算是侍寝了，我理当送你一套妆奁，给你贺喜。这套首饰是姐姐最心爱的，你收好，就当姐姐的一点心意。这只怕不妥，这套首饰太过珍贵，妹妹承受不起。再妥当不过了，只要妹妹与姐姐一条心，姐姐愿意倾其所有。
看到王后拿出这套紫玉镂金的首饰，我觉得王后心里的芥蒂并未全消。姑姑大约多心了。王后本是心地纯良之人，我已将实情一一相告，该是没事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从小到大，她都在高处，你在低处，她早已习惯了俯视咱们，怎能甘心养成鼻息？你今日衣着故意这般收敛，我就知道你有意回避。真希望王后能明白你的苦心。姐姐临盆在即，能让姐姐真正开心的是解除对她的禁足令。我猜测，大王对姐姐的怨怒也已经消了大半，只是需要个合适的机会，让他重新看重姐姐。王后喝口水吧，让芈月搅和了半日，身子肯定乏了。眼下，也就只有芈月能帮着我了。盼着大王对他能有几日新鲜劲儿。大王并未临心的。是啊，这说明芈月并未入大王的眼。姑姑没有明白。我虽怀着大王的孩儿，但大王对芈月却是更用心。大王知道芈月的心思，竟没有勉强她。女人能让男人珍惜到这一步，那男人还不被那女人攥在手里？大监，大王有诏，大王召芈月承明殿见驾。请容我梳妆。好。将大王赐予我的首饰，拣2只好的戴上。那衣裳呢？就要那件鹅黄色的吧。姑姑，你说呢？好，不过于艳丽，也不落于平俗。大王，芈月到了。拜见大王。到寡人身边来。是。护目一笑，峨眉曼质，容则秀雅，质出颜值。寡人正在读屈子的《楚辞·大招》，果然写得很好。大王喜欢？屈子真是神来之笔，写楚国美人栩栩如生。楚国美人并非仅仅朱唇皓齿，而且彼得好贤，习以督之。有道理。花容月貌，抵不上兰心蕙质。过去只知道屈子恨寡人入骨，巴不得烹而食之。但寡人读过他的笔墨，发现的确是个人才。既然不得楚王重用，不如来我秦国大展宏图。大王读过菊颂了吗？受命不迁，生难国兮，身故难徙，更依窒息。心知如此，很难勉强，当真可惜。楚国人才虽不能由大王驱使，但楚国的学识却是可以拿来用的。楚国宫中藏书众多，王后出嫁时，楚王曾赏赐王后500卷书简作为陪嫁。王后的嫁妆虽然在武关被劫持，但义渠人只掠走了一些金银珠宝，而最珍贵的500卷书简
还有全套青铜乐器全都完好无损，只因秦楚两国文字不同，秦宫中像大王这样通晓多国文字的人不多，所以这套嫁妆自入宫以后就一直没有动用过。这些寡人都知道，可是整理书籍事务，费时费力。王后请求大王准许芈月带着懂得秦楚两国文字的人来整理书卷，重训越人，让楚国的学识在秦国不至于明珠蒙尘。这果真是王后的想法？确凿无疑。王后虽然身怀六甲，困于交房殿，但她仍心系大王，愿为大王分忧解难。难得王后一片苦心。只不过前一阵子对待张子一事，她未免糊涂，乱了名分规矩，寡人不得不罚她。不知大王是否知晓，芈月曾在会院种过从楚国带来的杜若，一大把种子撒下去，能存活的仅寥寥几株。可见草木都恋旧土，人怎会对母国抛之脑后？何况远离母国艰难重重，哪有不惦念的道理？王后为人宅心忠厚，自来到秦国，事事以大王和秦国为重，但根未扎牢，有时难免心系旧土，关心则乱。但等到来年那杜若根扎牢了，秦国是他的基业，大王是他的靠山，他对旧土之念也就会渐渐淡了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此话有理。寡人对王后也许是过于苛责了。明日下朝，寡人去交房殿看看她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寡人刚好让人做了几件上好的貂毛皮衣给王后护身子。多谢大王。